Perplexity 一直都是这几年被广泛关注和使用的 AI 工具，但也始终有2个对它的误解。有人觉得它不过是一个套壳的 AI 聊天机器人，因为一眼看过去，的确是很难看出跟 ChatGPT 这类产品的差别。也有人则是走向了另一个误区，看到它内置了很多最新的顶级模型，所以就义无反顾地付费了。在本期内容，我会先向你澄清前面的2个问题，包括 Perplexity 与 ChatGPT 等产品的核心差别，以及它更擅长处理哪些任务。然后我会分享4个很关键，但是大部分人还没有用起来的功能，帮你把 Perplexity 升级成真正有用并且懂你的 AI 助手。下面我们正式开始吧。要了解 Perplexity 与 ChatGPT 这类通用型 AI 产品的差异，我们先来看看 Perplexity 是如何工作的。在默认情况下，从用户输入信息到生成一份结果，这中间经历了4个主要环节：理解用户的需求、实时搜索网络、基于搜索结果构建知识库，再总结并输出答案。其中的这3个环节需要依赖大模型 AI 的自然语言理解、复杂推理等能力。跟 ChatGPT 等产品相比，这个工作流程的关键特征有2个：一、实时搜索网络是默认的步骤；二、使用了大模型 AI 的能力，但不依赖它们的预训练数据，而是基于检索到的信息构建临时知识库，再生成答案。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。我分别让 ChatGPT 和 Perplexity 回顾《阿凡达4》的剧情，并写一篇影评，还给出了明确的写作方向。这其实是一个陷阱，因为《阿凡达4》还没有上映，没有人知道它的具体剧情。在这个案例里面， ChatGPT 没有搜索，直接按照我的需求写出了影评，而 Perplexity 依然先搜索，确认《阿凡达4》还没有上映，无法完成剧情回顾，然后在此前提下询问我的后续需求。这个例子并非要通过对比来得出强弱或者对错之分，而是想要说明，在不同的产品定位和工作机制下，看似差别不大的 AI 产品其实各有侧重，会存在自己擅长和不擅长的任务。所以严格来讲， Perplexity 不是典型的聊天机器人，它更适合实时信息检索、事实确认、基于公开资料的结构化总结等等。Perplexity 还通过模型微调等方式，使它的输出也更偏向于给出答案。当然，这也意味着它无法代替 ChatGPT、Gemini 等等在创意这类场景中的优势。那么 Perplexity 提供了多个大模型供我们选择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坦白讲，从我日常使用的经验来看，各个模型的输出并没有看出明显的差别，或许这更多的是它用来提升用户获得感的方式。那么关于这个问题，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或者经验，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。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具体使用的部分。AI 产品发展到今天，它的价值已经不仅仅在于能不能回答你的问题，而是能否持续的理解你并按照你的方式工作。所以我们要完成的第一步不是去学习功能的使用，而是先让 Perplexity 了解你。点击账户个性化，我们要在这里添加职业信息和自定义指令。例如，我在这里填写我的专业背景是互联网产品经理，现在专注于 AI 生产力内容的创作。有了这个背景信息之后，在之后的相关任务里， Perplexity 也会自动带上这样的视角，给出相关的建议。随着你不断的使用， Perplexity 会自动提取一些关于你的信息，保存在记忆里面，包括你的兴趣、在学什么知识、有哪些偏好、目标等等。所以到了自定义指令的部分，我们就不必去重复关于你的信息，而是明确你希望它如何工作。比如你希望它以什么样的语气、思维方式等来完成任务。以我的设置为例，我要求它保持专业、严谨，避免过度客套等等。让我们做个测试，看看这些自定义指令会如何影响结果。我把对语气的要求改为使用活泼的语气进行输出，多使用表情符号。保存之后，我让它完成一次输出。可以看到，这份输出相比以前加入了语气词，更多的使用了表情符号。也许你可能会担心，这样的个性化设置会不会影响 AI 去完成多样性的工作呢？答案是不会。如果是临时性的特殊指令，我们可以直接在具体的对话中提出。就像图中所演示的，没有特殊指令的对话会遵循个性化的要求，有特殊指令的对话则会略过个性化中对应的部分，直接完成输出。
第二个关键设置是快捷方式。尽管现在 AI 已经可以很好的理解我们的需求，但是在很多时候，尤其是在与工作相关的场景里面，一份结构化的提示词依然是保证 AI 持续稳定输出的关键。所以很多人依然在坚持维护一份可复用的提示词库。那么快速调用提示词的方法就是把结构化的提示词设置为快捷方式，这样我们就省去了反复打开提示词库、复制、粘贴等等环节，我们只需要在输入框内输入斜杠就可以快速调用了。我在 Perplexity 设置的快捷方式也都是那些需要以事实作为基础的，比如事实核查员。当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些难辨真假的观点结论的时候，我会使用这个提示词，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份相对严谨全面的分析了。第三项设置是设置一些空间，空间也是一个很强大的功能，它最基础的用法就是通过它来按照主题管理对话。相比于把所有的对话都按照时间顺序散落在历史里面，这也是一种让资料更清晰也方便后续重复利用资料的方法。我们可以在对话的界面点击添加到空间，或者在输入框使用 @ 符号把这一次的对话关联到某个空间里面去。空间的进阶用法是在这里针对某个项目建一个专门的 AI 工作区，你可以在里面上传多种格式的文件，添加网站链接，给空间设定一个专用的指令等等，然后综合利用这些资料来完成研究类的工作。如果你想看更详细的进阶用法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会专门出一期教程。最后一个计划任务，这个功能可以说是专门为有信息焦虑的人或者内容创作者准备的。它稍有些不起眼，因为它的入口被放在了通知里面。简单来说，计划任务就是你先在这里写清楚你需要它帮你调研哪些方面的信息，设定好调研和推送的频率、资料搜索的范围等等。比如每天早上推送3条重要的行业动态，每周一自动整理一份内容选题等等。之后 Perplexity 会自动去帮你进行查询、生成，然后推送给你，你只需要负责查收结果就行了。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。我在第一部分讲解了 Perplexity 与通用型 AI 产品的核心差异，它更适合哪些类型的工作。第二部分介绍了可以帮你快速上手 Perplexity 的4个关键设置。如果你觉得有所收获，欢迎你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。我们下期再见。